一个农民的偶然一锄头，竟然刨出了一个不属于中原、不属于已知历史，甚至被怀疑不属于地球的疯狂文明。他在地下沉没了3000年，就是为了在这一刻彻底颠覆我们对祖先的认知。欢迎来到壁话太多，我是三太。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话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1929年的春天，四川广汉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正在自家田里挖水沟。广汉这个地方你可能没听过，但成都你一定知道。它就在成都北边大概40公里的地方，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种什么长什么。燕道成那天也没什么特别的计划，就是天气回暖了，得把灌溉的沟渠修一修，好让水能顺利流进田里。他儿子燕青宝在旁边帮忙，爷俩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泥巴，刨了大半天，手都起了茧子。突然锄头碰到了一个硬东西。这种事儿在农村不算稀奇，地底下埋着石头太正常了。但燕道成蹲下来扒开泥土一看，不对劲，那不是石头，那是一块玉。再往旁边刨，又是一块，然后是第3块、第4块，越刨越多，颜色各异，有的温润发白，有的青中带绿。燕道成是个农民，不懂考古，但他知道玉值钱，他心跳加速，赶紧让儿子别声张。2个人悄悄把这些东西挖了出来，前前后后大概有300-400件。消息当然瞒不住，农村嘛，谁家母鸡多下了一个蛋，全村都知道。没多久，附近的人都在传，燕道成挖到宝了。有些东西被他拿去卖了，有些被当地的古董商人收走了，还有一些辗转流落到了更远的地方。这批玉器就这样散了，像一把被风吹开的种子，落到了四面八方。但种子终归会发芽。这件事后来传到了一位叫葛维汉的美国传教士耳朵里。葛维汉不只是传教士，他还是个业余考古爱好者，对中国古代文化极其着迷。1934年，他和当时华西大学的团队一起来到了燕道成发现玉器的那片田地，做了一次小规模的发掘。他们挖出了更多东西，陶器、石器、玉器，种类繁多，工艺精细。葛维汉意识到，这不是某个农民随便埋下去的家当，这底下很可能藏着一个被遗忘的古代遗址。他把这批出土物带回去研究，写了报告，发了文章。但你猜怎么着？没什么人理他。那个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学术界的目光都盯着中原，盯着殷墟，盯着黄河流域。谁会在乎四川盆地里一个小地方挖出来的几块玉？大家顶多点点头，说一句哦，有意思，然后就翻篇了。于是这片土地又安静了下去，泥土重新盖上了那些秘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泥土底下的东西一直都在。他不着急，他已经等了3000年，再多等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从1934年葛维汉那次小规模发掘之后，广汉这片土地就进入了一段漫长的沉寂期。不是因为地底下没东西了，而是因为地面上的世界太乱了。抗日战争打了8年，紧接着内战，再然后是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各种运动，一波接一波。考古排不上号，吃饱饭都是头等大事的年代，谁有心思去研究几千年前的坛坛罐罐？但这片土地有个很倔的特点，它时不时就会自己冒出点东西来。农民种地，
翻到陶片，挖水渠碰到石器，盖房子又刨出几块玉，这种事儿隔三差五就会发生。当地人都习惯了，觉得这片地底下就是有货，但究竟有多少货，没人知道，也没人特别想知道。零零星星的，有些文物被送到了县里的文化馆，有些被农民自己留着当个稀罕物，还有些干脆就碎了扔了，连个记录都没留下。转折发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开始陆续关注这个区域，做了一些调查和视觉。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个正式的名字，叫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叫三星堆？因为当地有3个黄土堆起伏相连，像3颗星星落在地上，旁边还有一道弯弯的土梁，当地人叫它月亮湾。3星半月，名字倒是挺浪漫的，但实际上那3个土堆就是古城墙的残段，月亮湾也是城墙的一部分。只不过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一点，大家只觉得这个遗址有点意思，规模似乎不小，但到底有多重要，谁也说不准。真正让所有人坐不住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的夏天。那一年，当地一家砖厂在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内取土烧砖，推土机轰隆隆的一推，泥土里突然翻出了一大堆东西。工人们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很快有人发现，那些东西不是普通的石头和破泥块，而是青铜器、玉器还有金器。消息迅速传到了考古队那里，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看，差点没站稳。那是2个大型祭祀坑，考古学上编号为1号坑和2号坑，前后相隔大约1个月被发现。1号坑在7月，2号坑在8月。2个坑里装的东西，用震撼这个词都显得太轻了。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杖、金面罩、玉章、玉戈、象牙，数量之多，体量之大，造型之离奇，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其中有一尊青铜立人像，高度接近2.6米，头上戴着高冠，双手夸张地环握在胸前，像是在抱着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那个姿态，那个气势，你第一眼看到就会觉得这不是普通人，这是个有身份的角色。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中国考古界都沸腾了。因为在此之前，主流的历史叙事是这样的：中华文明的源头在黄河流域，中原是核心，其他地方是边缘。四川那是偏远的蛮荒之地，古代叫蜀。李白都说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个交通都不通的地方，能有什么高度发达的文明？但三星堆出土的这批东西狠狠地打了这套叙事一个耳光。这些青铜器的工艺水平极高，风格又和中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它们不像商周那种规整庄重的鼎和簋，反而充满了某种夸张的近乎狂野的想象力。那些面具的眼睛大得离谱，耳朵长得出奇，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是微笑还是冷漠的弧度。这到底是什么文明？它从哪儿来？为什么和中原那么不一样？又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史书详细记载过它？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而答案呢，却一个都没有。三星堆就这样从一个没人在乎的小地方，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而这些谜团，直到今天，我们也只揭开了很小的一角。1986年2号坑被打开的时候，考古人员一层一层地往下清理，先是象牙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层，然后是玉器和青铜碎片，再往下才是那些真正让人屏住呼吸的东西。其中有一件，当泥土被一点点剥离之后，
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了。那是一张脸，一张巨大的青铜铸造的脸。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青铜大面具的文物。它宽大约1.3米，高度超过60厘米，光是重量就有几十公斤。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张比真人脸大好几倍的青铜面孔，就那样静静地躺在3000多年前的泥土里，脸朝上，眼睛睁着，嘴角微微上扬，好像在看着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说实话，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的人，多少都会有那么1-2秒的不适感，不是恐惧，是陌生。他长得不像你在任何一本中国历史教科书里见过的东西。他不像商代的饕餮纹那样抽象，也不像周代的人物造型那样写实。他是另一种风格，一种你没见过的、很难归类的风格。首先是眼睛，那双眼睛是杏仁形的，细长而上挑，眼眶非常深，眼球微微突出。然后是眉毛，2道粗粗的眉弓高高拱起，像2座小桥架在眼睛上方。鼻子呢是又高又直，鼻梁挺拔的，那就不像是东亚人的面部特征。嘴巴很宽，嘴唇薄而紧闭，嘴角那个弧度说不上是笑还是不笑，就像蒙娜丽莎一样，给你一种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的感觉。耳朵大得夸张，向两侧展开，几乎像2扇翅膀。整张脸呈现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美感，既对称又刻意变形，像是把人类的五官提取出来，放大了某些部分，又省略了另一些部分。这张脸到底是谁？这是所有人看到他之后的第一个问题。是某一位国王的肖像吗？有可能，但古代的肖像通常会追求某种程度的写实，而这张脸明显经过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不像是在给某个具体的人画像。是某一位神灵吗？也有可能，因为它的尺寸远超正常人脸，这种放大本身就暗示着超越凡人的地位。在很多古代文明中，把神像做得比人大，是一种表示敬畏的通用手法。埃及人这么干过，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这么干过。还有一种可能性介于两者之间，在古蜀人的信仰体系里，王和神也许根本就不分家，王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甚至王本身就是半神。这种神王合一的观念在早期文明中并不罕见。古埃及的法老被视为太阳神的儿子，日本的天皇被说成天照大神的后裔。古蜀国的统治者很可能也给自己安排了类似的身份。那么这张大面具可能既是王的面孔，也是神的面孔，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里，这2个身份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但最让研究者们困惑的不是它代表谁，而是它用来干什么。这么大一张面具，你不可能戴在脸上。它太重了，也太大了，没有任何人类的脑袋能撑得起这个尺寸，所以它不是面具这个词的常规含义，不是拿来戴的，更可能是拿来供的。很多学者认为，这类大型青铜面具是被安放在某种木质或者竹制的架构上，立在神庙或者祭祀场所里，面朝参拜者，居高临下地俯视所有人。你走进那个空间，抬头一看，一张巨大的青铜面孔正在看着你，火光摇曳，烟雾缭绕，那种心理冲击力可想而知。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不止这一件，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几十件，造型各异，但都共享一些共同特征：大眼睛、大耳朵、高鼻梁、宽嘴巴，以及那种说不清是庄严还是冷淡的表情。他们像是一个家族的成员，长得不一样，但气质一脉相承。
而在所有这些面具当中，有一件格外特殊，特殊到让人看了之后会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气，那就是下一个要说的东西——纵目面具。它的眼睛是向外长出来的。如果说青铜大面具让人感到陌生，那纵目面具就是直接让人感到不安了。它的眼球不是微微突出，而是像两根圆柱体一样，从眼眶里整整伸出了大约16厘米，笔直地向前突出，顶端还微微上翘。你第一次看到它，脑子里可能会同时蹦出好几个念想：这是什么生物？这是面具还是雕塑？这玩意儿真的是3000多年前的人做出来的吗？纵目面具的全称是青铜纵目大面具，宽度接近1.4米，比刚才说的那件大面具还要宽一点。除了那双极其夸张的突出眼球之外，它还有一些别的特征，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两只耳朵向两侧大幅度展开，像是有意要接收某种来自远方的信号。额头正中有一个方形的毛孔，专家们推测，那里原本应该是插着某种装饰物，可能是一棵小型的青铜神树，也可能是某种象征身份的标志。整张脸看起来比大面具更加威严，也更加非人。如果说大面具是一位沉默的王者，那纵目面具更像是一个打开了某种超感官能力的存在。它好像是在看什么东西，而那东西呢又不在人间。这个形象太独特了，独特到你很难在中国古代的任何其他遗址里找到类似的东西。但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翻古书，会发现一条非常老的线索。西晋有个叫长渠的人，写了一本叫《华阳国志》的书。这本书记录了古代巴蜀地区的历史和地理。书里有一段提到了古蜀国最早的王，名字叫蚕丛。关于蚕丛的描述非常简短，只有几个字，却信息量巨大。他说蚕丛纵目。纵目这2个字历来有争议，有人说纵是竖的意思，说蚕丛的眼睛是竖着长的，就像某些爬行动物的瞳孔。也有人说纵是突出的意思，说蚕丛的眼睛向前突出，比常人更鼓。还有人做过更大胆的推测，说这根本不是在描述生理特征，而是在描述一种装饰或者仪式用具。也许蚕丛并不是真的长了一双突出的眼睛，而是他在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会佩戴或者使用一种眼部特征被极度夸张的面具，用来象征他拥有超越常人的视力，能看到凡人看不见的世界。不管是哪种解释，三星堆纵目面具的出土，都让这段古老的文字记载突然变得鲜活起来。1700年前，长渠写下蚕丛纵目的时候，他不可能知道1700年后会有人从地下挖出这么一张脸。而3000多年前铸造这张面具的工匠，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作品会和一本后世的书籍形成如此精准的呼应。这种跨越时间的巧合，让很多研究者既兴奋又谨慎。兴奋的是，传说和考古第一次对上了号；谨慎的是，对上号不等于完全吻合，中间还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关于蚕丛这个人，我们知道的其实极其有限。华阳国志说他是古蜀国的开国之王，教会了当地人养蚕缫丝。蚕丛这个名字本身可能就和蚕有关。他来自岷山一带，也就是今天四川西北部的山区，是古羌人的一支。他带领族人从高山迁徙到了成都平原，建立了最早的蜀国政权。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大致勾勒出了一个从山地走向平原的早期文明的雏形。但具体细节呢？没有。蚕丛长什么样，活了多大，怎么治理国家，最后怎么死的，统统不知道。它更像是一个符号，
一个被后人追封的始祖形象。至于这个形象有多少真实成分，谁也没法考证。可三星堆纵目面具的存在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古蜀人确实对眼睛这个器官赋予了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们把眼睛放大、突出、神化，变成了一种信仰的载体。无论蚕丛是不是真的纵目，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定有一个与看见有关的核心命题。看见什么呢？也许是天上的太阳，也许是神灵的指引，也许是凡人肉眼永远触及不到的某个维度。而在三星堆出土的所有器物当中，有一件把这种向上看的渴望表达到了极致。它不是面具，不是人像，而是一棵树，一棵将近4米高的青铜树。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时候，考古人员在坑底发现了大量青铜碎片。那些碎片形状各异，有的像树枝，有的像花朵，有的像鸟的翅膀，还有的弯弯曲曲，看不出原本是什么。它们被砸碎了，被烧过了，又被胡乱地扔进了坑里，和那些泥土、象牙、玉器混在一起，乱成一锅粥。考古人员把这些碎片一块一块地取出来，编号、登记、拍照，然后送进修复室。接下来的工作用了好几年。修复人员像拼一个没有图纸的立体拼图一样，把几百块碎片反复比对、试拼、粘合，慢慢的，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东西从碎片中长了出来。那是一棵树，不是随便一棵树，而是一棵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这棵树的结构极其精巧，底座是一个圆锥形的山形台座，3条弧形的根部从底座向下延伸，像3只巨大的爪子抓住大地。树干笔直向上，分出3层枝干，每层3根，一共9根。每根枝干都先向下弯曲，然后在末端向上翘起，像是被风轻轻吹动又弹回来的样子。每根枝干的顶端都站着一只鸟，9根枝干9只鸟，鸟的造型简洁但有力，昂首挺胸，尾羽下垂，像是随时准备展翅起飞。树干上还盘绕着一条龙，头朝下，身体蜿蜒而上，爪子紧紧抓着树干，姿态矫健。整棵树加上鸟、龙、花朵、果实，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又极其和谐的立体造型。这棵树是什么？修复完成后，几乎所有研究者的第一反应都是同一个名字：扶桑。扶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棵极其重要的树，《山海经》里有好几处提到它，大概意思是说，在遥远的东方，大海之中有一棵巨大的神树，名叫扶桑。天上有10个太阳，他们都是太阳女神羲和的孩子，每天轮流出来值班。不值班的时候，这10个太阳就栖息在扶桑树上，一个在树顶，其余9个在下面的枝干上。每到清晨，该出发的那个太阳就从树顶升起，驾着车横跨天空，到了傍晚降落在西边的另一棵神树上，叫若木。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太阳运行规律的一种神话解释。现在你再回头看三星堆这棵青铜神树，9根枝干，9只鸟站在树上。古代神话里，太阳常常被想象成鸟的形态，最著名的就是金乌，也叫三足鸟，也叫太阳鸟。9只鸟站在树上，加上树顶可能还有一只已经缺失的第10只鸟，这不就是10个太阳栖息在扶桑树上的场景吗？这种吻合度高的不像是巧合。严谨的学者会提醒你，吻合不等于证实。《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三星堆文明的年代之间有时间差，而且《山海经》本身的记载也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写成的。
里面的神话素材来源很杂，你不能简单的把一本书里的描述和一件出土文物画等号，然后宣布对，就是这个。但你也不能否认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文化关联。也许扶桑神话本身就起源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太阳崇拜传统，三星堆人是这个传统的创造者之一。后来这个故事经过传播和演变，才被收录进了《山海经》。也许是反过来，一个更古老的、广泛存在于东亚各地的太阳神话，被不同地区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三星堆人用青铜铸了一棵树，而《山海经》的作者用文字写了一个故事，殊途同归。不管怎样，这棵青铜神树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古蜀人有着强烈的太阳崇拜，他们相信太阳和树之间存在某种神圣的联系，相信鸟是太阳的化身或使者，相信有一棵通天的大树连接着人间和天上。这棵树不只是一件祭祀用品，它是古蜀人宇宙观的立体模型，是他们理解世界运行方式的一把钥匙。而太阳崇拜这条线索并没有止步于神树。在三星堆的另一件重量级文物身上，同样的信仰以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展现了出来。那件东西不是青铜，是金子，纯金打造的一根权杖。三星堆1号祭祀坑里出土了一根金杖，严格来说，它不是整根都是金子，而是一根木棍外面包裹了一层金皮。木头早就腐朽了，只剩下那层薄薄的金箔，被小心翼翼地从泥土里取出来的时候，还保持着圆筒的形状，像一张金色的纸卷起来的空心管，全长大约1.4米，金皮上刻着图案。这根金杖出土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国古代有权杖这种东西吗？你要是翻遍中原的考古记录，商周时期的王权象征是鼎、是钺、是玉圭，从来没有杖这个选项。权杖这东西听起来更像是古埃及法老或者两河流域国王的标配，所以金杖一出来，立刻就有人开始联想，三星堆是不是和西方古代文明有什么联系？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聊到，先按住不表。更重要的是，金杖上刻的那些图案，那层金皮上用阴刻的手法刻了一组非常清晰的图案，可以分成2组。第一组是2个人头，头上戴着5尺高冠，耳朵上挂着3角形的耳坠，面部表情庄重，一看就不是普通人。第二组是2组对称的图案，每一组由3个元素构成：一支箭、一只鸟、一条鱼。箭穿过鸟的脖子，鸟的下方是一条鱼。2组图案完全镜像对称，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些图案到底在说什么？学者们吵了几十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统一的结论。但有一种解读被接受的程度比较高，戴高冠的人头代表的是古蜀国的统治者，也就是王。箭、鸟、鱼这3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可能代表的是古蜀国某个王族或者王朝的徽记，类似于今天的国徽或者家族纹章。你看到这组图案就知道这是属于某一位王的东西。还有学者认为，鸟代表太阳，鱼代表河流或大地，剑代表王的权利，可以穿透天地之间的一切。这根金杖就是王权与神权合一的最高象征。这个解读和三星堆整体的太阳崇拜体系是完全吻合的。你回想一下，青铜神树上9只鸟代表太阳，纵目面具那双向外突出的眼睛似乎在追视天空中的什么东西，而金杖上的鸟同样指向太阳。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太阳不是一个遥远的天文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神性的存在。
他们的王从太阳那里获得权威，他们的祭祀围绕太阳展开，他们的艺术反复描绘太阳的形象和隐喻。太阳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内核。有意思的是，这种太阳崇拜后来在三星堆的继承者那里得到了更加直接的印证。三星堆遗址衰落之后，距它不远的成都金沙遗址接过了古蜀文明的火炬。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闻名世界的文物，叫太阳神鸟金饰。那是一片极薄的圆形金箔，外圈是4只首尾相连的飞鸟，内圈是一个旋转的太阳，12道光芒向外放射，4只鸟围着太阳飞，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永恒旋转的动态感，既简洁又震撼。这件金饰后来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你在很多官方场合都能看到它的图案。从三星堆到金沙，从青铜神树到太阳神鸟金饰，太阳崇拜这条线索贯穿了古蜀文明的始终。这群人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反反复复地在各种材质上表达同一个主题：太阳是神圣的，鸟是太阳的使者，树是连接天地的通道，而王是站在这一切中间的那个人。这套信仰体系自成一格，既和中原的商周文化有所呼应，又保持着鲜明的独立性。它不是从黄河流域照搬过来的，而是在四川盆地这片独特的土地上由古蜀人自己生长出来的。但正是因为它太独特了，太不像我们熟悉的中国风格了，所以从三星堆被发现的那一天起，有一种声音就从来没有消停过，那就是关于外星人的猜测。那些巨大的眼睛，奇特的面具，近4米高的青铜树，找不到文字的文明，这一切加在一起，让不少人忍不住问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这些东西真的是人类做出来的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荒谬，但你不得不承认，它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长得不像任何已知的中国古代人物形象，那些突出的眼球、巨大的耳朵、高挺的鼻梁，怎么看都有那么一点不属于地球的意思。再加上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找不到一个文字的文明，没有任何史书详细记载的王朝，这些要素放在一起，简直就是给科幻爱好者量身定做的素材包。于是外星人假说就这么来了。最早把三星堆和外星人挂钩的不是什么正经学者，而是大众媒体和网络上的自由联想。逻辑大概是这样的：三星堆的东西太奇怪了，和中原文化差距太大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造出来，所以一定有外来力量的介入。这个外来力量，有些人说是来自西亚或者中亚的迁徙民族，有些人说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再大胆一点的就直接说是来自外太空。你在网上搜三星堆，排在前面的热门问题里，永远有一条是三星堆是外星文明吗？公平地说，这种联想虽然不科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基础。人类在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时，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就是把它归因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个倾向古已有之，雷打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是雷公发怒；火山喷发解释不了，就说是山神动了肝火。到了现代，外星人取代了雷公和山神，成了新一代的终极解释。什么东西只要够奇怪、够宏大、够难以理解，就会被人往外星人身上靠。你看啊，埃及金字塔被说过吧，复活节岛的石像被说过吧，纳斯卡地画被说过吧，现在又轮到这个三星堆了。但科学界对这类说法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没有任何证据。三星堆出土的所有器物，从材料成分到铸造工艺，
都能在地球上找到合理的解释。那些青铜器用的是铜、锡、铅的合金，和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成分类似，只是配比略有不同。铸造技术用的是泛铸法，也就是先做陶范，再往里面浇注金属液体。这种技术在商代的中原已经非常成熟了。三星堆的工匠们在泛铸法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创新，比如分段铸造再拼接，这才造出了那些体量巨大的器物。这些技术了不起吗？当然了不起，但了不起不等于不可能，更不等于需要外星人来帮忙。至于那些面具的造型为什么那么非人，这其实是一个艺术风格的问题，不是一个物种鉴定的问题。人类艺术史上充满了对人体形象的夸张和变形。你看非洲部落的面具，有些眼睛只是2条缝，有些鼻子长得像鸟喙。你再看那个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的巨型石头人像，嘴唇厚的能当板凳坐。还有欧洲中世纪教堂里的滴水兽，那造型比三星堆的面具还离谱。但没有人说奥尔梅克人是外星人，也没有人说中世纪的石匠见过外星生物。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审美逻辑和表达方式。三星堆的古蜀人选择了一种高度夸张的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表现他们心目中的神灵形象，这很特别，但完全在人类创造力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经常被拿来说事儿的点，三星堆为什么没有文字？言下之意是，一个能造出这么精美器物的文明居然不会写字，太不正常了，一定有猫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但它的答案和外星人没有半毛钱关系。世界上有很多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文字系统，或者使用的是某种我们还没有辨认出来的记录方式。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管理着上千万人口，却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字，他们用的是一种叫棋谱的结绳系统。三星堆的古蜀人也许有类似的替代方案，也许他们把信息刻在了竹简或木头上，而这些有机材料在3000多年后早就化成了灰。没有文字不等于没有智慧，更不等于不是地球人。外星人假说在流行文化中之所以经久不衰，说到底还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刺激的、不需要深入思考的答案。但真正的历史远比外星人有趣。一群生活在3000多年前四川盆地的人，没有互联网，没有 GPS， 甚至可能没有文字，却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想象力，创造出了一整套让今天的人都叹为观止的艺术体系。那么，这群了不起的古蜀人，到底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古蜀国不是一个朝代，而是一连串朝代，它的历史跨度极长，从最早的传说时期算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16年被秦国吞并，前后大约2000年甚至更久。但和中原的夏商周不同，古蜀国的历史几乎没有被系统的记录下来。我们能依靠的文字材料，主要就是那本前面提到过的《华阳国志》，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古籍引用，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大致能拼出一条粗糙的王朝更替线索。第一个登场的是蚕丛，我们已经说过它了，纵目，来自名山教人养蚕，被后人尊为古蜀国的始祖。他和他之后的几代统治者，代表的是古蜀文明最早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古蜀人可能还处在从游牧向定居过渡的时期，刚刚从山区走下来，开始适应成都平原的生活。三星堆最早期的文化层大致对应的就是这个阶段。蚕丛之后呢，就是帛冠。关于帛冠，我们知道的比蚕丛还少。华阳国志里只提了个名字，几乎没有任何具体事迹。有学者猜测，帛冠可能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个氏族的名称。
代表的是蚕丛之后接管了古蜀政权的另一个部族。这种以氏族名代替个人名的做法，在早期历史记载中非常常见。博冠时代的古蜀国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存在过，然后就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接下来是鱼凫。鱼凫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凫是一种水鸟，类似野鸭。鱼凫合在一起，有人理解为捕鱼的水鸟，也有人理解为以鱼和鸟为图腾的氏族。不管怎么理解，这个名字本身就透露着浓厚的水乡气息。成都平原在远古时期河流纵横，湖泊遍布，是一个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鱼凫氏族很可能是一群擅长渔猎的人，他们依靠对水系的掌控获得了力量，最终取代了博冠，成为新的统治者。很多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大致就落在鱼凫王朝的统治范围内。那些辉煌的青铜器、金杖、神树，很可能就是鱼凫时代的产物。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鱼凫时代的古蜀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部落联盟了，而是一个拥有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系统、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和强大资源调配能力的早期国家。你要造出那些青铜器，首先得有矿，得有冶炼技术，得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工匠，还得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协调这一切。鱼凫之后是杜宇。杜宇的故事在古蜀传说中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因为它和一只鸟有关。传说杜宇教会了蜀人农耕，让古蜀国的农业产量大幅提升。但后来一个叫鳖灵的人从长江下游逆流而来，治好了困扰古蜀国多年的洪水问题。杜宇觉得鳖灵的才能在自己之上，于是主动让位给他。退位之后的杜宇心中不舍，化为一只杜鹃鸟，日夜啼叫，叫声凄切，直到嘴角提出鲜血。这就是杜鹃啼血这个典故的由来。李商隐写过《望帝春心托杜鹃》，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望帝就是杜宇的帝号。当然，传说就是传说，你不能把它当成历史纪录片来看。杜宇主动让位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后人美化过的版本。更合理的推测是，鳖灵代表的是一个从外部进入蜀地的新势力，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取代了杜宇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这种王朝更替在古代再正常不过了，只不过古人不喜欢把夺权说得那么难看，就编了一个禅让的故事来遮面子。鳖灵建立的新王朝叫开明，开明王朝是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史料相对最多的一个。开明时代的古蜀国都城从三星堆一带迁到了更南边的金沙，后来又迁到了成都。这个王朝存续了大约300多年，在公元前316年迎来了终结。那一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军南下，灭掉了古蜀国，把它并入了秦国的版图。从此，古蜀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蚕丛、博冠、鱼凫、杜宇、开明，5个名字串起了古蜀国漫长而模糊的一生。它们像是一条河流上的5座桥，你知道桥在哪里，但桥与桥之间的水面是什么样子，河底有多深，水里有什么，你看不清楚。古蜀国最让人惋惜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明明存在过那么久，明明创造过那么辉煌的东西，却几乎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这就引出了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这个文明为啥就不写字？这个问题困扰了学术界几十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上万件器物，青铜、金、玉、陶、石、骨、象牙，材质五花八门，种类应有尽有。
但就是没有找到成体系的文字。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符号，在一些陶器和青铜器上确实发现了少量的刻划痕迹，有些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标记，有些有一定的重复规律，但这些痕迹是不是文字，能不能被称为文字，学界至今没有定论。这件事之所以让人觉得奇怪，是因为它和我们对文明的常规理解发生了冲突。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社会要够得上文明这个级别，至少得满足几个条件：城市、分工、阶层以及文字。中原的商朝有甲骨文，古埃及有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有楔形文字，古印度有印章文字。你会发现，几乎所有被公认的古代文明都发展出了某种书写系统。而三星堆呢，它的城市规模不小，手工业高度发达，社会分工明确，阶层分化显著，唯独在文字这一项上交了白卷。怎么解释这件事？第一种可能性最简单也最无奈，不是没有，是没找到。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到目前为止只占整个遗址的很小一部分，大量区域还埋在地下，根本没有动过。也许某个尚未发掘的角落里就藏着刻满文字的器物，也许文字被记录在竹简、木牍或者布帛上面。这些有机材料在四川盆地潮湿的土壤环境中极难保存，3000多年过去，早就化成了泥。你想想，如果商朝的甲骨没有被保存下来，我们同样不会知道商朝有文字。甲骨能保存是因为龟甲和骨头这种材质耐得住时间，但假如商朝人也把字写在竹简上呢？那些竹简早就烂光了。我们同样又会问，商朝为什么没有文字呢？第二种可能性更有意思一些，古蜀人也许有自己的信息记录方式，但那种方式不属于我们定义的文字。前面提到过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他们没有文字，却有一套叫棋谱的结绳记事系统，用不同颜色、不同长度、不同打结方式的绳子来记录数字和信息。这套系统复杂到可以用来管理整个帝国的税收和人口统计。古蜀人有没有可能也发展出了某种非文字的记录系统？比如结绳，比如刻木，比如某种我们还没有辨认出来的符号语言，完全有可能。只不过这些东西如果是用易腐材料制作的，那现在自然什么都剩不下来了。第三种可能性听起来最大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古蜀人可能是有意选择了不写。这个说法乍一听很奇怪，文字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拒绝？但你换个角度想想，文字的发明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工具。中原的甲骨文最初是用来做什么的？占卜。王室用它来记录向上天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回答。那楔形文字最早用来做什么呢？记账。神庙和宫廷用它来管理物资分配。文字从一开始就和权力、管理、控制紧密绑定在一起。而如果古蜀国的权力结构和中原不同，如果他们的祭祀传统更依赖口耳相传和视觉仪式而不是文本记录，那他们完全有可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想想三星堆出土的那些东西，青铜面具、神树、立人像，每一件都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古蜀人似乎更擅长用形象而不是文字来传递信息。他们不需要把一段祈祷词写在甲骨上，因为他们有一张巨大的青铜面孔，可以直接展示神的存在。他们不需要用文字描述宇宙的结构，因为他们铸造了一棵将近4米的神树，把天地鸟龙全部安排在了恰当的位置上。对他们来说，一件器物就是一整篇经文，一场仪式就是一部史诗。文字在这套体系里，也许根本就不是必需品。当然，以上3种可能性并不互相排斥，
真相很可能是他们的某种组合。也许古蜀人确实有某种简单的记录系统，但不够发达，没有演变成成熟的文字。也许他们更重视视觉和仪式传统，对文本记录的需求不高。也许他们的记录材料全都消失在了时间里。这些可能性叠加在一起，造成了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尴尬局面。一个如此辉煌的文明，却几乎是沉默的。他留下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实物，却没有留下一句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他信什么，他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那些被砸碎、被焚烧、被深埋在地下的器物中去猜，而那些器物被对待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三星堆的祭祀坑里几乎没有一件东西是完好的，这是整个遗址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之一。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面具被砸碎了，那棵将近4米高的神树被拆散、砸断、折弯了，金杖被折成了好几段，玉器被敲裂了，象牙被烧焦了。所有的东西在被放入坑中之前，都经历了一番系统性的、有组织的破坏。不是随便乱砸，而是先砸再烧，最后才整整齐齐地埋进坑里。坑里还能看到明显的焚烧痕迹，很多器物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烬层。有些青铜器被烧得变了形，有些金器的表面留下了高温炙烤的痕迹。这就很奇怪了，你花了那么大的力气铸造出这些东西，用了那么多珍贵的材料，铜、金、玉、象牙，每一样都是稀缺资源，每一件都凝聚了工匠无数个日夜的心血。结果你转头就把它们全毁了，然后埋进土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才能让一群人心甘情愿地亲手毁掉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第一种解释也是目前接受度最高的一种，认为这是一场大型的祭祀仪式。在很多古代文明中都存在着献祭的传统，核心逻辑是你把最好的东西交给神，神才会保佑你。而交给神的方式不是把东西摆在那儿让神看一看就行了，而是要彻底的、不可逆的毁掉它。因为只有毁掉了这件东西，才算真正离开了人间，进入了神的领域。烧掉是让它化为烟气升上天空，砸碎是让它脱离原本的人间形态，掩埋是让它回归大地，回到神灵的居所。整个过程是一套完整的宗教逻辑，不是发疯，不是浪费，而是最虔诚的信仰表达。这种做法在全世界的古代文化中并不罕见。古代玛雅人会把珍贵的玉器扔进天然溶洞里，献给雨神。古代北欧的部落会把武器折断后沉入沼泽，献给战神。中原商代的祭祀坑里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规模和方式有所不同。三星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毁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太贵重了，而且毁得太彻底了。这不是一次小型的日常祭祀，这是一场倾举国之力的超级仪式。古蜀人几乎把自己最顶级的宝物全部砸了、烧了、埋了，这背后一定发生了某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于是就有了第二种解释，这不是普通的祭祀，而是一场政权更替。有些学者推测，祭祀坑的形成可能和古蜀国的王朝交替有关。当一个旧的王朝被推翻，新的统治者上台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前朝划清界限。前朝的神灵不是我的神灵，那前朝的祭器更不是我的祭器。最干净利落的做法就是把前朝所有的宗教器物全部毁掉，送入地下，然后建立自己的一套新的信仰体系和祭祀系统。这种行为在政治学上有个好听的说法，叫去合法化，
把旧权力的象征物彻底消灭，就是在宣告旧权力的死亡和新权力的诞生。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祭祀坑的年代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它到底对应的是古蜀国的哪一次王朝更替？是蚕丛到伯冠，伯冠到鱼凫，鱼凫到杜宇，还是杜宇到开明？目前根据碳14测年数据，1号坑和2号坑的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200年到前1000年之间。这个时间段如果对应传说中的王朝序列，最有可能落在鱼凫时代的末期，或者鱼凫向杜宇过渡的节点上。但传说的时间线本身就极其模糊，没有任何精确的年份可以参照，所以这种对应只能算是一种推测，不能当定论。还有第3种可能性，介于前两者之间，也许这既是一场祭祀，也是一场政治事件，两者同时发生了。新的统治者推翻了旧的王朝，然后用一场盛大的仪式来处理前朝的遗产。对外的说法是，我们在举行一场伟大的祭祀，把这些宝物献给天上的神灵，但实际的目的呢，是把旧王朝的所有痕迹抹干净。宗教仪式成了政治行动的外衣，信仰和权力在这场大火中合为一体。不管真相是哪一种，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三星堆祭祀坑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被精心策划和执行的大型行为。有人做了决定，有人组织了人手，有人点了那把火，那把火烧掉的不仅是青铜和金玉，还有一段我们永远无法完整复原的历史。而当火灭了，土盖上了之后，古蜀文明并没有就此终结，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往前走。三星堆衰落了，但成都平原上另一个地方亮了起来。那个地方离三星堆并不远，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那个地方的名字叫金沙。2001年，在成都市区西边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好家伙，翻出了一堆象牙。工人们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动物骨头，但很快有人反应过来，这东西不对劲儿。消息报上去之后，考古队火速赶到现场，一看之下，又是一次集体屏住呼吸的时刻。金沙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而它的出现直接改写了人们对古蜀文明的理解。金沙遗址的年代大致从商代晚期延续到西周甚至春秋早期，正好接在三星堆衰落之后。出土的器物种类和三星堆高度重叠，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石器，风格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最著名的那件太阳神鸟金饰前面已经提到过了，4只鸟围着太阳旋转，和三星堆一脉相承的太阳崇拜一目了然。除此之外，金沙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一件玉琮的形制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几乎一模一样。良渚在哪里？在浙江，距离四川几千公里。一件长江下游的文化符号出现在了长江上游的遗址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古蜀文明绝不是一座孤岛。事实上，三星堆本身也早就透露过这个信息，只是在金沙遗址出现之后，这条线索变得更加清晰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里，有一些纹饰和器型能在中原商代的青铜器上找到相似之处，比如那种兽面纹的基本构图。虽然三星堆的版本更加夸张奔放，但骨架是一样的。再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和青铜雷，这两种器型是商代中原文化的标志性产品，却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的四川。这说明什么？说明古蜀人和中原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流，他们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进行自己的再创造。这种交流的路径是什么？
这是一个让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很兴奋的问题。成都平原被群山环抱，北边是秦岭和大巴山，东边是巫山，西边是横断山脉，地形上看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封闭盆地。李白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是夸张，在古代要从中原进入蜀地确实困难重重，但困难不等于不可能。考古证据显示，至少在商代就已经存在某种连接蜀地和中原的通道了。这些通道可能走的是嘉陵江流域，翻越秦岭南麓的某些山口，虽然艰险，但并非不可通行。沿着这些路线，人员、物资和思想在蜀地和外界之间缓慢但持续地流动着。不只是和中原的联系，三星堆和金沙的器物中还能看到来自更远地方的影子。有些玉器的材质经过检测，可能来自新疆的和田地区或者甘肃一带，距离四川数千公里。有些青铜器的造型元素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甚至南亚的某些文化传统。金杖这种权力象征物在中原几乎不存在，却在西亚和中亚的古代文明中非常常见。这些蛛丝马迹拼在一起，勾勒出的是一幅远比封闭盆地复杂得多的画面。古蜀国可能位于一个巨大的远古交通网络的某个节点上，虽然地形封闭，但文化上从不封闭。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后来的成都，古蜀文明经历了一个中心逐渐南移的过程。这种迁移的原因可能和水系的变化有关。成都平原的河流在几千年间不断改道、泛滥、重新稳定，人类的聚居中心也随之移动。三星堆的位置靠近鸭子河和马木河，当这些河流的状况不再适合大规模定居的时候，人们就向南迁移到了水源更稳定的地方。金沙遗址靠近摸底河，后来的成都城则靠近抚河和南河。每一次迁移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古蜀人带着他们的信仰、技术和审美走到了新的地方，扎下根，重新开始。所以三星堆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是一条线上的一个高峰。在它之前，古蜀文明已经在成都平原上酝酿了很长时间。在它之后，金沙接过了接力棒，继续往前跑。而在这条线的周围，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无数条更细的线，连接着中原、长江中下游、西北、西南，甚至更远的地方。古蜀文明就像一棵大树，根系扎在成都平原的泥土里，但枝叶伸展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盆地的边界。而在这些枝叶所触及的远方，有一样东西的出现频率高得让人意外，那就是象牙。成都平原上怎么会有那么多象牙？大象从哪里来的？这背后可能藏着一个我们低估了很久的远古贸易网络。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加在一起，出土的象牙数量多得惊人。光是三星堆的几个祭祀坑里，象牙就铺了一层又一层，有些坑里的象牙密集到几乎把下面的青铜器和玉器都盖住了。金沙遗址同样如此，成吨的象牙从地下被清理出来，数量之大，让所有人都忍不住问同一个问题：这么多象牙，到底是哪来的？成都平原今天当然没有大象，但3000多年前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中国古代的大象分布范围远比今天广得多。商代的中原地区是有大象的，甲骨文里就有关于捕象的记录。玉这个字的本意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大象。河南省为什么简称豫？因为那里古代真的有大象，那个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亚洲象的活动范围一直延伸到黄河流域，而四川盆地的气候条件比中原更加温暖潮湿。
成都平原周边的山林和河谷地带完全有可能生活着大量的野生象群，所以一部分象牙可能是本地获取的。古蜀人呢，在周围的山林里猎象，或者捕获自然死亡的大象，取其象牙用于祭祀。但问题是，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象牙数量实在太多了，多到仅凭本地象群很难支撑。有学者做过估算，那些象牙如果全部来自本地，意味着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都平原附近得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象群持续存在，而且被大规模的系统性的猎杀。这在生态学上不太合理。更大的可能性是，有一部分象牙是通过贸易从外部输入的。从哪里输入？往南看，云南、缅甸、越南、泰国，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古代都是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如果古蜀国和南方地区之间存在某种贸易通道，那象牙就可以沿着这条通道从热带丛林运到成都平原。这个假设听起来大胆，但并非没有支撑。考古学家在云南、贵州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和三星堆风格相关的器物，暗示着古蜀文明的影响力确实向南延伸到了相当远的距离。而从四川到云南再到东南亚的路线，在后世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其历史可能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早得多。说到丝绸之路，就不得不提三星堆的另一个重大发现——丝绸。在2020年代的新一轮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祭祀坑里检测到了明确的丝绸残留物。3000多年前的丝绸当然不可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但通过显微镜分析和化学检测，研究人员在某些青铜器的表面发现了丝蛋白的痕迹，证实这些器物在被埋入地下之前曾经被丝绸包裹过。这个发现的意义非常大。首先，它证实了古蜀国确实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和传说中蚕丛教民蚕桑的记载形成了呼应。其次，丝绸在古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奢侈品，它的生产需要复杂的技术链条，从养蚕到缫丝到织造，每一步都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一个能够大规模生产丝绸的社会，它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一定不低。最重要的是，丝绸是古代最理想的远距离贸易商品之一，它轻便、耐储存、价值高、便于运输，天然就是为贸易而生的。如果古蜀人生产了大量丝绸，那他们一定有动力去建立和维护某种贸易网络，把丝绸卖到远方，换回自己需要的东西。象牙从南方来，丝绸往外面去，再加上那些可能来自新疆的玉石，可能来自中原的青铜器型，可能受到西亚影响的金杖，一个远古贸易网络的轮廓就这样隐隐浮现了出来。这个网络不像后来的丝绸之路那样有明确的路线和驿站，它更原始、更分散、更缓慢，可能依赖的是一站一站的中转和交换。三星堆的商人不一定亲自走到了印度或者中亚，但他们的商品可能通过层层转手，最终到达了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远方的商品和思想也可以通过这条漫长的接力链条，最终流入成都平原。这种图景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古蜀国的传统印象。它不是一个被群山封锁的闭塞小国，不是一个躲在盆地里自给自足的偏远部落，它是一个拥有复杂贸易网络的早期国家。它生产高价值商品，进口稀缺资源，和远方的文明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它的封闭是地理上的，不是文化上的。群山挡住了人的脚步，却挡不住思想和商品的流动。古蜀人用自己的方式打通了盆地与世界之间的通道，
在几千年前就做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的最初版本。而关于这个文明的故事还在不断的被更新，因为在21世纪的第3个10年，三星堆又一次震动了世界。2019年底，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原来的1号坑和2号坑附近又发现了6个新的祭祀坑。消息一开始并没有大规模公开，因为发掘工作需要时间准备。到了2020年和2021年，新坑的发掘正式启动，成果陆续公布，每一次公布都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刷屏级的关注。三星堆再一次成为了全中国最热的考古话题，没有之一。这6个新坑的编号是3号坑到8号坑，分布在1号坑和2号坑的周围，面积大小不等，深度也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里面装的东西依然令人叹为观止。3号坑出土了一件顶尊跪坐铜人像，一个青铜小人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头顶上稳稳地顶着一件青铜尊。尊是中原商代最典型的礼器之一，而顶着它的人像却是一个十足的古蜀风格造型。这件器物就像一个活生生的隐喻，古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这里相遇了，既是融合，也是对话。同样来自3号坑的还有一件巨型青铜面具，比1986年出土的那件大面具还要大。它宽度接近1.4米，保存状态相当好，五官清晰，表情威严，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最大的一件完整青铜面具。这张脸再一次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提醒所有人，这片土地下面还有多少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4号坑的发现同样重要，但方向不同。在这个坑里，考古人员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检测到了大量丝绸残留物。前面我们提到过丝绸的发现，具体来说，最关键的证据就是从4号坑出来的。研究人员在灰烬层中提取到了丝蛋白成分，还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纺织物的纤维结构。这意味着古蜀人不仅会养蚕缫丝，而且把丝绸用在了最高等级的祭祀场合，把它和青铜、黄金、玉石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丝绸在古蜀人心中的分量，可能远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重。5号坑虽然面积最小，却出土了一件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一片黄金面具的残片。这片金面具只剩下了上半部分，但即便只有半张脸，它的制作工艺也足以让人赞叹。金箔极薄，捶打的均匀细腻，五官的线条流畅自然。专家根据残片推测，完整的金面具重量可能超过500克，含金量极高。这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最重的一件金器。在3000多年前，古蜀人的黄金加工技术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想一想就觉得不可思议。7号坑和8号坑的发掘同样收获巨大。8号坑出土了一件极其复杂的青铜器物，专家们暂时称它为青铜神坛。这件东西的结构分成好几层，底部是一组人物造型，中间是一些动物和装饰构件，顶部似乎是某种神圣空间的表现。整件器物的含义至今没有完全解读清楚，但它的复杂程度暗示着古蜀人的宗教观念远比我们之前理解的更加精密。新一轮发掘和1986年那次最大的区别，不只是出土了更多的文物，而是发掘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1986年的发掘基本上是靠手铲和肉眼等文物出来之后才送去实验室分析，而2020年代的发掘从一开始就在坑上搭建了恒温恒湿的考古实验舱，整个发掘过程在接近无菌的环境中进行，每一层土壤都要取样做化学分析，每一件器物的位置都用3维扫描精确记录。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丝绸残留才能被检测出来，很多以前根本看不到的微量信息才得以保存和提取。如果1986年的发掘有今天这样的技术条件，也许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会完全不一样。这6个新坑的发掘到现在仍然没有全部结束，后续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可能还需要持续很多年。每一件新出土的文物都在修正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有些修正是微调，有些则是颠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三星堆的故事远远没有讲完，地底下还有太多东西在等着被发现，而每一次发现都有可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已经知道的一切。但在继续往前看之前，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需要面对。这个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是怎么消失的？一个能造出青铜神树和黄金面具的社会，怎么就突然没了呢？一个文明的消失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更像是一盏灯慢慢变暗，你盯着它看的时候觉得还亮着，等你回过神来才发现屋子里已经黑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证据显示，这座古城大约在商代末期到西周初期开始衰落，城墙不再维护了，大型建筑不再修缮了，祭祀活动的规模和频率明显下降了，人口可能在减少或者在向外迁移。到了某一个时间点，这个曾经繁华了几百年的中心彻底空了，没有战火焚城的痕迹，没有大规模屠杀的证据，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终结场面，它就是安静的、慢慢的被人放弃了。为什么？最主流的一种解释指向了水。成都平原是一个由岷江及其支流冲击形成的平原，河流是这片土地的生命线，但也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河流会改道，会泛滥，会在某一年突然变得暴躁，把原本适合居住的地方变成一片泽国。三星堆遗址的位置靠近鸭子河和马木河，考古人员在遗址周边发现了明显的古河道遗迹和洪水沉积层，说明这个区域在古代确实经历过严重的水患。如果河流改道导致水源断流，或者反过来洪水频发导致居住环境恶化，那居民外迁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这个假说和古蜀传说中的一个细节形成了有趣的呼应。还记得杜宇让位给鳖灵的故事吧？那个故事的核心情节是什么？是治水。鳖灵之所以能取代杜宇，就是因为他解决了困扰古蜀国的水患问题。传说当然不能当成信史来读，但如果一个传说反复强调水这个主题，那多半说明水的问题在古蜀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三星堆的衰落很可能就和一场或者一系列严重的水灾有关。第二种解释涉及到了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在过去几千年里经历过多次冷暖交替的周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到前1000年之间，北半球进入了一个相对寒冷干燥的阶段，很多学者称之为3000年前的气候事件。这个时期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整个古代世界。地中海东岸的多个古代文明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崩溃，历史学上称为青铜时代晚期崩溃。古埃及新王国衰落了，赫梯帝国灭亡了，迈锡尼文明崩溃了。如果同一时期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影响到了四川盆地，导致降水模式改变，农业减产，洪水频率增加，那三星堆的衰落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地方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大变局的一部分。第三种解释偏向政治和军事层面。前面说过，古蜀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每一次更替都可能伴随着战争、迁都和资源重新分配。如果一个新的王朝决定把都城迁到别的地方，旧都城自然会衰落。
三星堆的衰落和金沙的兴起之间存在时间上的衔接关系，这支持了迁都的假说。新的统治者可能出于政治或宗教的原因，选择了一个新的地点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把人口、资源和技术都带到了新的地方，留下三星堆在身后慢慢归于沉寂。事实上，这三种解释并不互相矛盾。一场大洪水改变了河流的格局，原来的居住地不再适合生存，恰好同一时期气候也在变化，农业收成下降，社会压力增大，内部的政治矛盾在外部压力下被激化，旧的王朝被推翻，新的统治者决定另起炉灶，带着族人迁往更南边的金沙。在离开之前，他们举行了一场最后的大型祭祀仪式，把旧王朝的宝物全部砸碎、焚烧、掩埋，既是向神灵告别，也是和过去划清界限。然后他们走了。三星堆的灯灭了，但古蜀文明本身并没有死，它只是搬了家。从三星堆到金沙，从金沙到成都，这条迁移的线路越来越往南，越来越靠近今天成都市区的位置。每一次搬迁都带走了旧的记忆，也注入了新的活力。直到公元前316年，秦国的军队翻越秦岭南下，古蜀国作为一个独立政权才真正走到了尽头。但即便在被秦国吞并之后，古蜀文化的基因也没有完全消失，它融入了秦文化和后来的汉文化，变成了四川这片土地性格中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底色。今天你去成都感受到的那种悠闲、包容、热爱生活的气质，谁又能说这里面没有3000年前古蜀人的影子呢？三星堆遗址的总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部分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所有那些让人惊叹的面具、神树、金杖、象牙，所有那些让学者们争论了几十年的谜团，可能只是这座地下宝库的冰山一角。真正的三星堆大部分还沉睡在泥土之下，一声不吭，和3000年前一样安静。这种不知道的状态，对于习惯了确定性答案的现代人来说，可能有点难以忍受。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可以搜索、什么都可以查证的时代，一个问题抛出来，几秒钟之内就想看到答案。但三星堆不吃这一套，他提出的问题不是几秒钟能回答的，也不是几年能回答的。有些问题可能需要几十年，等更多的坑被发掘出来，等更先进的技术被发明出来，才能给出一个相对靠谱的说法。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因为证据已经消失了，它们或许被时间吞噬，被大火焚毁，被洪水冲刷，最终彻底遁入虚无，再也无处找寻。比如，三星堆人到底信奉什么样的宗教呢？我们知道他们崇拜太阳，知道他们重视眼睛的象征意义，知道他们相信某种连接天地的神术，但这些零散的信息拼不出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他们的神叫什么名字？他们的祭司怎么祈祷？他们相不相信来世？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因为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任何后世的文献详细描述过古蜀人的宗教生活。我们只能对着那些青铜面孔猜测，而那些面孔始终保持着3000年不变的沉默微笑，什么也不说。三星堆人到底长什么样？那些造型诡谲的面具究竟是古蜀人对自己相貌的夸张写实，还是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模拟某种神的真容？有些研究者通过分析遗址中出土的人骨，试图还原古蜀人的体质特征，但目前的样本量太少，结论很有限。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不知道他们的身高体型如何，不知道他们和今天的四川人之间有多少基因上的延续关系。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生病了怎么办，孩子怎么养大，老人怎么送终。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细节，我们一概不知。再比如，三星堆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的联系？金杖的形制让人联想到西亚，某些青铜器的风格让人联想到东南亚，玉器的来源可能指向西北。这些线索暗示着古蜀国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存在，但暗示不等于证实。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任何一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的器物，能够证明古蜀人和某个特定的域外文明发生过面对面的接触。也许将来会找到，也许永远找不到。但正是这些不知道，构成了三星堆最迷人的部分。一个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遗址，反而不会让人念念不忘。过去100年里，三星堆从一个农民无意间刨开的水沟，变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一座丰碑。它改变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让多元一体这4个字有了真实的、可触摸的含义。中华文明不是只有一个源头，不是只有黄河，不是只有中原。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无数条支流汇入了同一条大河，三星堆就是其中一条最特别、最壮观的支流。而那些青铜面具至今还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后面注视着每一个走过的人。3000年前，他们注视的是火光中的祭祀人群；3000年后，他们注视的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游客。时代变了，但那双眼睛没变，他们依然在看，依然沉默，依然带着那个说不清是庄严还是温和的表情，好像在说：你看到我了，但你还没有真正看懂我。三星堆的故事没有一个干脆利落的结局，也许它本来就不需要结局。有些东西的意义不在于被完全理解，而在于它一直在那儿等着你。